拉夫罗夫称北约要进军南海，而中国则要与北约建立稳定关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最近几天，乌克兰的局势因为俄罗斯进行的局部战争动员以及亲俄政权在4个州进行公投而进一步的复杂化。俄罗斯与西方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赌注，眼看着是越玩越大，甚至连核威慑都用上了。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中国与北约的关系也变得更加敏感。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指责北约的下一道防线可能会设在南中国海，并指美国在台海周边玩火。另一方面，王毅与北约秘书长的会谈又释放了不同的信号。中国显然要与北约建立起稳定的关系。这里我们就需要重点看一下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对中国的表态，以及王毅的回应。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并不将中国视为对手，重视同中国保持和加强接触，对发展对华关系持积极态度。北约和成员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期待中方为结束欧洲的战事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他似乎忘了自己过去说过的，将中国视为北约的系统性挑战，要采取措施应对中国的崛起。这位北约秘书长还给中国扣上了经济威胁等罪名，甚至指责中国在诸多领域妄图颠覆已有的国际秩序。而在这次对话中，王毅指出，中国对同北约开展对话交流持开放态度，愿共同推进双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应本着坦诚态度和相互尊重的精神，加强沟通，增进了解，防止误解和虚假信息。中方愿同北约就全球性问题开展必要的合作，为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看到这里，我们就应该琢磨出点味道了。北约虽然在俄罗斯军事行动的压力下，想与中国建立更加稳定的关系，而中国也想与北约建立互信。当然，拉夫罗夫想要北约与中国进一步对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事实是，前几个月，北约的多个国家，包括英国、德国、法国，都曾派出军舰跑到中国南海附近，这也是事实。当然，北约国家军舰跑到南海构建一条防线，恐怕这也是北约曾经想干的事儿。只不过面对强大的中国人解放军，这条所谓的南海防线根本就不可能对我们构成威胁。那么现在随着俄乌冲突的发展变化，北约在面对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不得不调整策略，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变化呢？首先，美国想借助北约的力量来对付中国，这恐怕是一个大趋势，但是并不等于北约现在就是中国的敌人。北约是一个有着30来个成员国组成的军事集团，这其中美国的权力很大，但它也不能够保证始终是一言堂。在美国的力量相对衰弱的情况下，肯定他会想办法借助北约的力量来对付中国，拉着西方国家向中国示威。但是像法国、德国这些欧洲大国，实际上并不想与中国对立，所以北约距离变成中国的敌人恐怕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与北约国家加强沟通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外交就是要把自己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自己的敌人搞得少少的。第二，中国与北约有血仇，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这其中的血债还是美军干的，而不是其他北约国家干的。所以我们对北约的敌意应该集中在美军的身上，而不是整个北约国家。这样对中国发展与欧洲国家的关系还是比较有利的。第三，从俄罗斯的战略考虑，拉夫罗夫的外交手段非常高明，但是中国有自己的战略定力，也有对局势的独立判断。中国与北约的大部分国家建立稳定的关系，而不是敌对的关系，才是最符合中国利益的。总体来看，中国与北约建立稳定的关系非常重要。
但我们也必须强调，绝不允许北约中的个别国家干涉台海事务，否则后果会非常严重。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